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邱明杰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邱。观看我的影片，让我们一起骑脚踏车，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。我们欢迎今天特别来宾冯俊凯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凯。阿凯，我可以跟你吗？看你要还是载利用啊？我们现在人在圣斯公园，我们要进行泰国训练营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Go！ 我们现在人在泰国乡村的某段路，有观众留言 ，Morris 留7749，可以跟邱哥敲碗上坡上卡和抽车的教学吗？刚上卡半年的新手路过，我给我自己个目标，我对我自己的期许是做到全球华语车坛最宠观众的 KOL。好，这位 Morris 留830的超级感谢。好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这边刚好有个8% 的坡，抽车教学。从我开始学骑脚踏车，那时候教我们骑抽车的教练于叔叔，他就灌输我们一个观念，要摆车。那为什么抽车要摆车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就说要摆车就对了，因为帅。一个观念就是说，好，第一个抽车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，你核心要把身体撑起来。你抽车，你站在脚踏车上的时候，这边是没有用力的，这边其实是很放松的，要靠核心 core 核心把身体撑起来。核心撑起来之后，开始抽车嘛。那我们抽车摆车是类似钟摆的概念。人是正的，然后脚踏车在那边左右晃。那脚踏车左右晃，我个人用的是手为出力，其实真正的是脚在摆车。脚在摆车是说，你右脚下去的时候是要脚踏车偏左，反之亦然。好，左脚下去的时候脚踏车偏右，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，不会教你怎么拍。等一下我们示范一下。现场上路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反正你把握个原则，抽车要摆车。有的人抽车不摆车，那就不够帅。哈马桑 be careful， 哈马桑就没有在摆车。我就讲一个废话，那就是要多练习。哦，多练习的方法是说，譬如说，等一下这一段坡哈，大概100公尺或200公尺，这样看，就是说你要抽到坡顶。好，你就是平常就是多练习啊，一站起来的时候给自己个目标，哦，就是要到那个坡顶。其实把握一个原则啦，核心用力。你如果抽没几下，你手会酸，那就不对，因为你就这边就一直出力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抽车的时候要变档，边抽车边变档，这就是电子变速的威力，甚至小盘大盘切换都可以。电子变速的，我们为什么这么鼓吹电子变速？就是它变档很方便很轻松，所以你在抽车坡度一定会变换，你要靠变档微调。其实我想来想去，其实就一个很大的原则，核心用力，核心出力。好，你先掌握到核心出力的感觉。摆车可能是比较高级的动作，就是想象在脚踏车上跑步的感觉。大致上原则是这样，我们先这样子教了，好不好？最重要的重点是说，如果我们把甜甜主播教会抽车，这套方法就成功了。魏甜 ，be careful。我们实际上路示范，这边刚好有个8% 的坡，找到适合的档位，好，站起来，好。那你看，对我现在是很轻松的。好，抽车其实不一定要用力，不一定要把自己往死里抽啦。好，就是，哦，其实我右腳下去的时候，左就往左摆车，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动作。好，你应该是说先求轻松的，好，如何没有负担，好，轻松的。好，你看我现在觉得坡有点陡了，我就变档，好，变轻一点，好，甚至调轻调重都可以，哈，这就是电子变速的威力的好处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，要搭配呼吸。好，比如说现在左右就是一吸一呼啦。通常我的方法是这样，就一吸一呼，哦，这样子就可以抽的比较顺，跟比较长久。好，现在坡度慢慢变缓了，那我就打重档。然后真的要变缓了，要打大齿盘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这 Cluster 5变速系统，哦，更方便。好，按一下。哦，不是，哦，我原来是大盘。好，那我就慢慢打重档。几个原则：一，核心出力；然后2，要灵活的变档，尤其要电子变速 ，be careful； 还是用机械变速 ，be careful。然后还有要搭配呼吸。好，我刚才忘记讲到，你呼吸。好，比如说一吸一呼，一吸一呼。好，抽车教学上集就这样了，下集我们找那个甜甜主播魏甜 ，be careful。甜甜，你刚才看到我的抽车教学影片，觉得怎样？王贝，你还跑去泰国拍？是听不懂？看不懂，听不懂。那你觉得我不明白？你觉得我刚才剪片技术怎样？狗啃的。好，谢谢甜甜主播不吝给予指导与教诲。没有，我们是那个新闻台专业，没办法。
就是要求很高。那我们今天就是主要就是把甜甜主播教会抽车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不让你教会，那你就必须说我这一套是蛮厉害的。等一下，我一直很想问一件事情，就是好好坐着骑个脚踏车不行吗？大家都坐着骑，有什么好一定要站着？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你每次都能一针见血的问到问题，因为你坐着骑，假设我现在坐着骑，对，好，你这个屁股它就是血液循环，你一直压在那边，你骑20分钟还可以，30分钟，好，到1小时，它一定是血液循环不良嘛。你就一直久坐，一直久坐一定是不好的事情，一定是不对的事情。有血液循环不良，对，然后你肌肉要调整，所以我们要适时的站起来踩。甜甜，你会站起来踩吗？不会。好，站起来踩就俗称抽车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甜甜教会如何站起来踩。站起来踩，它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动作啊。你不觉得会跌倒吗？就是那个车感觉不是很稳，然后你要站起来，然后这不是感觉车会晃倒？所以那个就是控车能力的问题。我就没有什么控车技术。对，所以我要教你啊，这就是我存在在这个世界的价值。好，这是我的 value。所以你还是得把握一个原则，就是核心要稳固。你说核心 ？core 对，核心，核心，就是说你站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身体，是靠核心把身体撑起来。先把握这个原则，然后你踩下去的时候，你很自觉的，就是你是用身体的重量把踏板压下去。身体的重量，对啊，那你不觉得很省力吗？你是靠你的身体的重量把踏板踩下去啊？你说坐着的时候是用脚是不是？你是用肌肉的力量啊。哦。你没有办法运用身体的重量啊。好。对，那好像有一点道理啦。对，你站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身体的力量把踏板踩下去。对。你是利用地心引力帮你骑脚踏车嘛？如果有卡鞋，另外一只脚会有拉的力量，这是更高级的动作。示范，我们就抽前面这个小坡就好。对，摄影师跟着就好。哦，你看，就这样很简单，很轻松，简单。哦。为什么身体要晃啊？身体也不是特别要去晃，它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晃动，跟在地上跑步一样自然。大概就是这个原则。甜甜，我刚才讲的那一堆，请问你有听懂吗？没有。我知道不要坐着，要站着。站着。然后地心引力，什么身体的重量？对，你先只字片语。只字片语。不然我们先练一个动作，就是下坡的时候你屁股站起来，就是站起来下坡。等一下这有段爬坡，这有段下坡，你就下坡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这样子。谁会自然而然？你不觉得更可怕吗？但是还好没那么陡了。你可以不要一直忤逆教练吗？忤逆老师，我们日本式教育者说嗨，我跟你妈西打。好，继续。你在重复吗？我跟你妈西打。继续。好，那我们先练初级班啊。我问你，在你骑车的生涯中，你牵到那台你的公路车到现在，你的屁股是不是永远都坐在坐垫上？对啊。好，那不行，这样是绝对不行的。好，我示范一下。我们先简单的初阶的，就是你屁股抬起来，然后溜下来，就是你先学会在脚踏车上站着。屁股抬起来哦。就是站着，在脚踏车站着。好。站起来。好。就这样。好。所以这边摄影师不用动，我从这边直接溜下来。好。它是很轻松自在的，你就是想象就站起来就好。要把握原则，核心要把身体撑起来。核心哦。它其实就是一个很轻松自然的事情啊。速度慢没关系啊，只要有速度，它就不会跌倒啊。你看我速度这么慢，好，然后是靠核心。你说核心哦，肚子哦。core，对，然后你看我的手其实是很轻松的。你手很轻松吗？我手很轻松的，很放松的，很放松的状态啊。然后最后要抽卡的时候下来，没这么困难。对，很好啊，对，很好，你这样很好，对，放轻松，然后对啊，就这样啊，很好啊。上半身可以再放轻松一点，或是上半身用核心再处理一点，对，很轻松自在。这样。可以啊，反正你自己觉得轻松就好，然后又闪一下上面。甜甜主播在我的指导之下，好不容易在踏板上成功站起来了。虽然甜甜主播这个抽车姿势只有3个字可以形容：狗啃的。没事情，现在不代表未来。之后我们持续训练，持续 fighting， 相信甜甜主播之后的抽车姿势会越来越好看。Morris Leo 如何在爬坡上卡？爬坡上卡通常是高级动作，这个是一个8% 的坡啊，10几% 就不推荐了啦，10几% 就牵到
缓一点的。你那个20% 要怎么上？谁来？冯俊凯来也没办法上。我只想到一个方法，你不要直的傻的往直走。对，蛇形，你就用一个蛇形，因为蛇形可以让坡度变缓。还有一个原则，你要把档位变轻一点。好，你要去确认你的档位哦。档位变轻有一个方法，前是要按着。好，你看这样我这样卡的，不是。好，你看我这样抬起来，好，就可以把档位变轻。按前刹，然后脚踏车往前，这样子脚踏车就提起来了嘛，对不对？脚踏车提起来之后，然后你就开始变档。我们就用稍微蛇形一下。Snake， 好，今年是蛇年，好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含着，好，我左脚先含着，先不要急着卡，好，先踩出速度来，好，然后再开始找，不用看用感觉，不用看用感觉，就完成一次爬坡上卡，好的动作，摩尔6，希望你会满意。我个人看法，抽车其实没有一个标准动作，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肢体动作。一般人通常不喜欢站起来抽车，因为会酸、会喘、会累。人家就不喜欢脚酸的感觉，更不喜欢喘气的感觉。反正抽车只要多多练习即可熟练。讲了这么多，真的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影片还没有结束，送上拍片幕后花絮。你看，这是没一堆车，山上又不拍，原来汽车这么吵，要怎么办？你觉得我刚才那一段剪片技术怎么样？也不怎么样，狗啃的。你觉得我刚才剪片技术怎样？狗啃的。好，谢谢甜甜主播不吝给予指导与教诲。